我只能讲到这里，因为我对这个作品完全和很多朋友对它的美是持有不同的看法的。啊，好，我们看第二件作品。我们再看这幅作品。对，看这幅。这幅作品呢，其实它的名字叫，到目前还是叫无题。是的，其实叫无题是对的，啊，吴大羽先生他是不喜欢给自己的作品起名字，他认为无题呀，就像我们唐代的诗词啊，古人的诗词一样，它是不起名字的。比如李商隐的诗就是无题，因为无题这样一个题目之下，其实可以给作品更大的遐想，啊，就是给予更丰厚的想象力，以及作品中可能所体现的这种深刻呀，它的那个内涵啊，它容易被观看者产生更大的联想。但是这幅作品显然比刚才看到的作品呢，色调更鲜活，甚至就是更饱满，因为它取得的是，就是它的艺术创作的方向是两个路数，啊，我姑且把刚才这幅作品可以起名叫《空谷幽兰》，空谷幽兰，那我就可以把这件作品起名叫《天地之意》。叫天地之意。为什么叫天地之意呢？吴大羽先生他有一个随笔曾经这样说，他在描写自己绘画的时候，他叫我以天地为画框，点染心胸，可以把视寸中，不须借纸画去来。这个艺术家的博大的心胸和思想啊，可以雄阔到我以天地为画框，所以吴大羽先生就在画天地间最大的绘画，虽然是大仅2尺的绘画，但是它承载的却是天地间的气势。我们从下面看，这似乎是海浪一样的基石，上边云朵一样的风姿，在海和云之间就是天地。然后呢，向上绽放的各种花蕊，一步步的叠加，一步步的累积升腾，化作气流，化作运势，再往上走。背景或许是夜空，或许是那个理性之光，因为蓝色在西方是认为是理性和科学的。蓝色的背景衬托着前端的红色的花蕊和笔触，它们之间呢，构成了一个可以让人产生巨大想象的绽放一样的风景。有一句词似乎可以概括这幅画，就叫成空无虚。这是吴大羽诗词中的句子，成空无虚啊，像架空一样的叠加，但是呢，又给人以振作、力量和美感。我觉得这样一幅画啊，如果我们去掉这个画框，我们把它放到屏幕上看，在手机屏幕上看，
我们没有了任何它的束缚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无比巨大的绘画。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座楼，如果我们把它放大100倍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画丝毫不会减少它的层次，以及不可以减少它的刺激。所以，什么叫画？什么叫大画？我觉得吴先生的画就是大画，根本不受尺幅所限制，也不受画框所限制，更不要说受到今天人们所说的观念或者各种物理条件的限制。在我看来，这幅作品就是天地之艺，不可多得的吴大羽的代表作。那我们再看最后一幅作品。好，你们那边能照到这个作品本身的画面吗？是不是？还可以的哈，好的。这里呈现的3张吴大羽的作品啊，我相信对于许多人来观看的时候，前2幅作品还是有很大的识别度、辨识度和理解力的，因为至少就是说还可以看得懂，还可以看得懂。但是观看这幅作品的时候，难度就大了，就是怎么样来欣赏吴大羽的作品呢？这真是一个挑战，啊，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曾经在台湾的大未来画廊出版，当时的画廊的经营者把这个作品起名叫《京韵》，啊，起名叫《京韵》。那么他想象的是这个画面里头是有京剧的脸谱。或者是一种京剧的表演所产生的这种这种所谓的律动啊。但是我对这个画的起名是持有我的观点的，我是不是可以在这个方向呢？还是在那边？好的，就是我对这个画的理解，我今天可以，再跟朋友们交流啊。我看了很多天，我认为这是吴大羽的代表作。就是我们用传统的视觉经验来看这幅作品的时候，完全是茫然的。就是说，我们看不懂这件作品。他到底在画什么？我们似乎想在里头找形象，我们似乎想在里面找主题，我们似乎想在里面找规律。我觉得都是不对的，都是不对的，因为吴大羽根本不是这样的创作思路。那吴大羽的创作思路是什么呢？我认为这幅画的作品的名称可以叫“视象之美”。吴大羽先生的代表性的艺术主张，就是他在抽象东西方抽象这个既有的抽象的艺术理论之上，创作了一种叫视象的理论。引他的原话啊，引他的原话，我们来对照这幅画来对比来看。它叫视路于人眼目的，只能限于隐晦的事项。隐晦的事项，这事项之美，冰清月洁，含有不具形制之重感，比诸建筑的体势而抽象之，又像乐曲传影至眼前，荡漾着无音响的韵致，类乎舞蹈美的存其姿动于静止，是佳句而不与其文字。
其实这幅画就是视相之美的解释。冰清月洁，隐晦，表明这个作品它的整体的气息。它不是画的那么厚重，也没有那么大的这个油彩、色彩堆砌在其中。他画的就是虚薄的，就是举重若轻的。但是在这个画面中，我们发现了建筑的体式，自上而下的建筑的体式。我们发现了乐曲的韵致，我们发现了舞蹈的姿态，还有那个诗词的无声的语言，难以用文字描述的美感。这就是一个新艺术。吴大羽用这个艺术，用这个作品来表示他的艺术观、光色、韵律、视相的组合，他给人所传递的是一个全新的美感，是所有人之前没有见过的绘画。因为这个绘画在中国传统绘画里，在西方的现代绘画系统里，我们都几乎没有见到类似之物。他是第一个这么画的人，所以这张画不应该排到以往的中国传统绘画，也无法排在以往的西方绘画中的队伍中，也无法排在他们的队尾。如果要排呢，吴大羽这张画是另起一排的第一个。吴大羽的新绘画，中国的新绘画，就是他的视相艺术。如果我用刚才的视相之美还不能解释它更完整，我再用一个吴大羽的诗句，一首诗来解释这张画。那幅画的名字叫《金刚》，就那首诗的名字叫《金刚》。这是吴大羽的代表作的诗句。这首诗怎么写的呢？影子想骗过形体，时间在嘲笑空间。我没声又没踪影，出入光明到黑暗。朋友们，我们看这首诗是不是就是一首金刚诗？金刚是什么？佛教中的坚硬无比的、金身不坏的那个物质，它是永存而坚硬而不死的。这是吴大羽对自己的人生的自己的比喻。这是一张没有自画像的、没有自身脸面的自画像。吴大羽就是金刚，金刚就是视相之美，这就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艺术，等待着后人去欣赏。太精彩，太精彩！那通过李大军老师的这个刚才娓娓道来的这个解读哈。我们能够看到一个真正的，尤其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下，一个坚持度。那么我们前面刚好分享了2位前辈艺术家啊，就是我们第一批留洋啊回来的这个所谓的第一批油画艺术家的2座高峰啊，一个魏天林和一个吴大羽。那么最后我们作为总结的就是说，回到了吴冠中身上，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吴冠中可以说是这2条艺术线索最后交汇到的一个点。同样，吴冠中因为很长的这个人生经历，他也几乎贯穿了我们整个的20世纪和21世纪之前的这一部分。
整个的艺术历程。那作为一个新时代当中的集大成者，还是有请李老师来给我们读一读吴冠中的这一张70年代末的代表作《嘉陵江》。哎呀，读画呢不敢当，但是我觉得见到这样的好作品，还是感到很激动啊，难得一见的精品啊。好，这幅作品呢，《嘉陵江》啊，是吴冠中先生1979年的作品啊，所以我讲这幅画，我就先从吴冠中的1979年开始讲啊。1979年，吴冠中先生60岁，60一个甲子啊，一个江南才子啊，远赴巴黎，回国投身新中国建设，然后呢，在这个大时代，奋力的前行啊，到了60岁，赶上了一个新时代，就是改革开放开始了。所以79年是吴冠中人生的大年。怎么说呢？1979年4月，从来没有真正中国的美术殿堂、美术馆中举办展览的吴冠中，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他人生中的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大展，就是吴冠中的绘画作品展，展出了120幅作品。这个展览引起了轰动，立刻在全国8个以上的城市、省份进行了巡展。吴冠中的人生打开了，啊，得到了社会的认可。同一年，他也发表了叫《绘画的形式美》的这样的理论文章，从此引发了之后展开的绘画的形式美、抽象美的大讨论。啊，吴冠中成了这个时代的关注的焦点。在这一年，吴冠中又为人民大会堂创作了《长江三峡》，为首都机场创作了北国风光的大幅油画。在这一年，吴冠中还创作了一件杰出的作品，就是《嘉陵江》，就是这幅《嘉陵江》。吴冠中啊，1938年就到了重庆，随着国立艺专，所以呢，重庆对他是非常熟悉的，啊，他一直到出国之前，1947年主要就是生活在重庆。而且在重庆，他找到了他夫人朱碧萍，朱碧琴老师成了他的夫人。重庆实际上是他的又一个故乡，啊，是他的福地。吴冠中在重庆一定是无数次的观摩长江，所以他也熟悉长江，也熟悉嘉陵江。啊，1976年以后，啊，甚至更早的，在73年的时候，吴冠中就开始因为画这个北京饭店的壁画，就到长江写生啊，所以呢，带着创作的任务也去考察过长江、嘉陵江，所以这样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对吴冠中先生的创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了这样的背景，我们今天看吴冠中创作这幅《嘉陵江》，就有了他所谓在创作土壤上、创作素材上的一个深厚的基础。啊，时代的需要、时代的机遇，使吴冠中的意气风发。所以这幅作品首先在构图和形制上就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作品，因为我们知道吴冠中的很多作品都是横向横幅的，啊，比如之前创作的那个《
长江三峡就是横的，啊，还有更早创作的《长江万里图》更是卷轴的，横向展开的。这幅嘉陵江却是与众不同的纵向的全景性绘画。纵向全景性绘画的，它的根脉来自于哪里？北宋时期的纵向的大山水绘画。我们知道，中国山水画的高峰在宋元，由北宋而及元代达到了高峰。尤其北宋的艺术大师李成、范宽、郭熙前辈，都有他们精彩的作品诠释，成为今天的国宝，《早春图》《西山行旅图》等等，是吧？吴冠中对于中国山水画是非常熟悉而了解的，他可以说精研中国山水画的历史。他的成名作，他受益于的一篇文章是什么呢？就是他参加国民政府留学法国考试时候的一个试卷。这个试卷的命题就是试论中国山水画兴于何时，盛于何时，并试论其原因。吴冠中就是靠这个卷子的完美的答卷，取得了留法考试的第1名，甚至当时感动了他的阅卷老师陈思福先生，给了他高分呐。那我们说，27岁的吴冠中，当年作为一个学子，对于中国山水画的历史的考证和研习，已经是非常的高水平。我觉得吴先生，他终其一生的追求，其中一个就是如何推进发展中国传统山水画。尽管后来他把他的作品叫做风景，其实风景画就是中国山水画的一个当代化的表述。吴冠中的任务和他的使命是如何推进中国山水画的现代化，如何冲出那个传统的沉浮，创造它的清新，创造出新时代的绘画。好，这张嘉陵江就是吴冠中追求中国艺术现代化，甚至油画民族化，推进中国山水画的一个非常具体的成果。我们就看这幅画面啊，万里长江，嘉陵江，长江的上源就是上部就是嘉陵江，冲破群山，滚滚而来。所以远处是山景，它的远景是山，一条白亮的大河大江从峡谷中山势飓风中穿着而来，滚滚而来，浩渺不可阻挡的向前推进。这幅画呢，我觉得我们几乎可以看到啊，就是中国古画的、中国传统绘画中的那个风姿。因为呢，尤其这个画的上部，吴冠中几乎是用他的油彩当了笔墨，其实就是笔墨、油彩在他的绘画中画成的，其实都是他的工具。吴冠中就是在用油彩画中国传统水墨画，而且一定要追寻那个伟大而悠远的传统。他要画出中国古代山水画中的那个最好的意境美，最好的那个就是它的意境来啊，甚至它的诗性来。中国古代的绘画，它是一定要和诗连在一起的啊。比如说
叫不尽长江滚滚来，叫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是吧？叫孤帆一片日边，就是它是有诗境的，它的这个诗的传统和吴冠中上部的绘画是紧紧的相连的，它是紧紧的相连的。我们从这个绘画中看到了吴冠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对于那个诗性文化的理解。但是呢，他毕竟不是画的一幅古画，他是画的一个当代的绘画，所以画面向下延展的时候，我们在它的下游看到了现实的生活，我们就看到了它的一个生产的、热烈的生产的，它的轮船、渔船停靠的场景，这些场景、这些轮船是呼应的，那么它很生动的来告知，这是一个当代的嘉陵江，是一个正在生产生活的嘉陵江，而且呢，远处次第而来的船舶，告诉人们这不是孤帆，这是群帆，这是一个前人孤寂的长江，现在变成了一个生产热烈的长江。我觉得这个幅画实际上它也就具有了当年的时代的绘画，甚至某种主题性绘画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但是吴冠中不满足于上面是白，下面是春来江水绿如蓝的意境以及生产的意境，他一定要画出自己的特色来，是什么呢？就是这面这个树和它的树影来。这个是什么树？我无法断知，柳树还是这个长江边的什么树？但是这棵树，它在这个画面的黄金部位，我们可以看到了这棵树叶、树枝、树苗的清新。这个清新，它或者就是嘉陵江之春的隐喻，或是就是一个新时代的际遇啊。嘉陵江水是照常流的，生活是继续的，但是用这个树枝的绿意，却给了人们以视觉上的新意和对于未来的信心。非常完美的作品，几乎无可挑剔的佳作，这就是吴冠中的山水画的代表作。差不多，我就把这几幅画都讲了一下。好的，刘指导，我们再做一会儿，还有时间？对，稍作调整，最后简单的再讲两句。其实时间过得很快哈，我们大概8点左右开始的直播，现在都已经这个2个小时了。那最后我们简单的来收一收尾吧。那回到这几件作品本身，那作为20世纪重要的前辈艺术家，作为在我们整个时代的美术进程当中的3座高峰，那以魏天林、吴大羽和吴冠中为代表的这些20世纪的重要的艺术家们，实际上对我们的不管是往小了说一点，就是我所谓的油画民族化，就是油画这种外来的画种这种媒介形式的中国的本土化的转换，一方面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对我们本土的现代文化甚至当代文化仍然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那评判一个艺术家和一件作品的价值，
可能我们会有不同的衡量的标准和尺度。一方面是我们既有的学术的研究，那另外，尤其是在我们当下的这种时代环境的背景之下，实际上市场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尺度和标准吧，可以这么讲。那您怎么看这3位艺术家在此时此刻当下的这个时刻的他们自己在艺术市场当中的这种表现呢？艺术市场呢，实际上是，就是当下人们对艺术家价值的一种评估，是一个当时期的一个看法啊。我觉得，因为它背后呢，市场经济嘛，它也是这个商业文明的一种生态啊。我觉得对于中国的艺术市场而言呢，首先我们应该看到，中国30年的当代艺术市场还是刚刚起步，还是在建设期，是的，还比较雏形啊。我们现阶段对于所有的艺术品，它的价值以及反馈到它的价格系统的这个认知体现，应该说还不是说完全的准确，它是相对在进步中的一个过程啊。我觉得，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东西，就是说，在市场经济体系之下，很多曾经被过去忽视的艺术家，被市场低估的艺术家，他们也在各种的作用之下，比如学术的作用，是吧？市场的作用，人们认知的作用等等这些共同的促成之下，开始了对于他们的重新的认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那么具体到3位艺术家而言呢，我觉得我可以这样想哈，就是魏天林先生是一个被艺术史确实是非常低估的艺术家。对，他没有达到他应该有的历史的评价。我们这个时代，包括艺术市场本身，对这样一个前辈艺术大师，对一个100年宗师啊，我们对他的认识是远远不够的，是非常有限的。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给他的欠缺啊。当然，这个原因也比较多。比如说，就是他的作品不多，存世作品比较有限，流通作品也比较非常非常有限。但是我觉得这不应该是一个魏天林作品呢，就是所谓的他被严重的价值低估吧，低估的理由。对，因为西方也有很多艺术大师，他作品也非常稀缺，甚至都是孤品，是吧？但是在那样的一个美术馆系统之下，收藏系统之下，凡是出现一个精品的艺术，必然是高价，必然是众多收藏家和美术馆的追逐。我觉得这样的艺术实际上它还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瑰宝。是的，我觉得对魏天林，这样艺术家的认知，实际上涉及到我们对一个文化遗产的态度。啊，或许我们就是说，今天的审美不是完全建立在像魏天林这样的艺术的认知之上啊，但是我觉得他作为一个曾经的我们这个前辈艺术家所创造的辉煌的作品、时代的记录、文化的表征，是吧？这个作品所应有的它的历史价值、文献价值、艺术价值，它是综合的。就是说，这样的作品它不应该在我们这样一个就是已经走了30年，改革开放40年，30年的艺术市场，40年的改革开放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还在为一幅作品，就是说能不能找到他的心仪的买家，是吧？是的，是的。心仪的买家甚至而感到这个迷惑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哀。当然我也不能说，
比如我是有这样的认识，可惜我可能不一定有这样的财力，我也不可能把每一件作品都收到我的收藏中。但是我确实希望，就是说还是有见识的收藏家，无论他是出于收藏，还是作为文化遗产的保护，甚至作为传世之宝，或者作为他的美术馆的镇馆之宝，这样的作品是完全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我非常坚信这一点。甚至如果有一天中国能够再次启动和国际文化的充分交流的时候，无论我们和日本，无论是我们和西方进行艺术品，就是现代艺术品、现代文化交流的时候，这样的作品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对于这一批的前辈艺术家，当然不光是魏天林，包括像吴大羽先生啊这样的重要的代表性的艺术家，我们仍然有非常大的余地啊，不管是通过学术也好，还是通过市场的方式，通过价格的表征也好，能够对他们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知。从而形成我们关于我们自身的这个文化系统的，尤其是关于我们现代美术的一个更加准确的认知标准。我觉得所有的认知是在实践中发展，就是你要还相信市场经济的价值，相信市场经济的力量。比如你说起吴大羽呢，我觉得我是见证了吴大羽从一个被遗忘的心。对，吴冠中先生说他被遗忘、被发现的心，甚至到目前的一个已经被社会开始认可的巨星的这么一个过程啊，就是它是由隐到显的过程。但是你说我们这个时代对吴大羽的认识就达到应有的一个水准了吗？我觉得远远没有，还是有欠缺。在我看来，刚刚开始，当然也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因为我这里我可以，向你再继续一下，就是吴大羽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文化遗产？啊，吴大羽的存世作品，经过这么多年的整理研究，他的油画也只有不超过150件，那数量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非常少的。然后他的纸上作品，包括他的水墨、蜡彩、书法、钢笔画等等，也就只有2000件左右。但是很多其实都是非常小的尺幅，尺幅都不大，都很小。但是我说的它的小画，或者在内涵上还是大画。当然，但是从物理形态上，他的作品依然是非常稀缺的。是的，非常有限，但是也是很丰厚的。因为呢，一个艺术家，我们讲就是艺术品就是艺术家最好的传记。我们今天其实还是从认识呢吴大羽的作品开始认识这样一个艺术家。但是我对吴大羽先生的艺术的未来，我还应该说保有巨大的信心。是什么呢？吴大羽不仅是有绘画，他还具有他大量的文字啊。经过我这么多年的整理，因为我是吴大羽这个手稿的保存者，吴大羽存世手稿6000页，现在经过整理是93万字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体量。还有1000首诗啊。我们到现在对他的手稿的发表和披露只是一个很小的冰山一角。冰山一角。真正的通过中国正规出版社出版的书啊，我这里面也有一点展示哈。比如说有2本大画册，有一本那个叫《飞羽裂天》的精品画册，还有一个实际上是我们的自印本，就是这个叫语诗啊。这个语诗呢，这个是我前几年编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交流本啊，并不是公开发行的，也不销售，也没有书号，它就叫语诗。这个目前呢，这个诗集也只有120首诗的披露，那么就是说还有900首诗没有披露。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编著了一本吴大羽的小书，叫《诗道》嘛，就是吴大羽写给他的学生，吴冠中、朱德群、赵无极的10封信。其实吴大羽这样的写给他的诗友的书信还有几百封，
也没有披露。那么，应该在12月初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我编的一本叫《大禹随笔》，会有新的出版有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会出来，这就是公开发行的，这个也是要出来，这个就是纪念吴大禹诞辰120周年。但实际上这个都是零星的出版，我期待将来能有一本就是吴大禹文集的出版就像吴冠中全集后边它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吴冠中的这个他自己的所有几乎是所有吧重要的文字发表都集合在一起。一个这样的艺术家，他应该有他的文集，是的，他应该有他的诗歌全集，是吧？我们后人即使作为文献的披露，对这个艺术家的历史负责任，也应该呢，把他将来能够尽可能的完整的发表，供这个后世的学者，是吧，来进行研究。但是我相信呢，随着这些文献的披露，吴大禹的学术系统才会构成一个整体，大家才会从全貌上认知他、了解他，吴大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艺术家。因为我们今天对于吴大禹的认识，可能他是说从一个老师到导师，对吧？然后从艺术家到中国抽象艺术奠基人，从色彩派的一个艺术大师到他的以视像为艺术理论为标志的抽象艺术或者叫视像艺术的代表。然后我们甚至从他吴大禹还是个诗人，那诗人的背后实际上还是一个哲学家、哲人甚至他是具有自己的深厚的艺术思想、教育思想。我觉得作为这些它的内涵的这个研究和披露，实际上在我看来是一个刚刚开始的过程人们现在只是从某一个角度甚至像我刚才那样很不成熟的作品的解读来认识一个杰出的吴大禹，是吧？我们现在对吴大禹的研究完全是孤立的，或者是片面的，不成系统的，或者是不成系统的，缺少比较的当然我觉得这个局面也在改善我倒是非常感谢艺术市场。我觉得像吴大禹这样的艺术家这些年他之所以一步步的社会认知，他和其他许多文化人的社会推广的路径并不一样。比如说有的艺术家是从大众层面是是的是的举例而言，比如说木心是从大众层面获得了社会的熟悉和认可，但是吴大禹先生确实是从专业层面，中国专业的是的收藏家、专业的艺术市场机构，以及靠少数这个词怎么说呢？叫精英也不对，核心藏家吧。少数的同道或者知音们来开始推动它，是吧？是一步步的被社会所认知，所以它今天开始有了这样的价格，有了这样的社会影响，开始向社会层面去扩散或者也出于到了某一个纪念的节点，现在连他的母校，连他的过去的工作单位也开始纪念他了。也或许将来中国也有非常重要的美术馆，或者国际上有重要的美术馆和收藏家会举办他的展览。我觉得这个都是在一种预计和期待中的。特别好。然后最后我们既然讲了这两位前辈艺术家，还是回到最后我们以吴冠中来收尾。好，我觉得就是在我们当下的这个环境当中，对于吴冠中这样一个相对来讲被更多的系统化研究，从不管是在专业层面还是在大众的社会的这个层面，都享有盛名的这么一个代表性的艺术家，其实我仍然觉得在我们当下的时代环境当中，仍然有余地和新的视角可以重新的再对吴冠中进行一个新的认识。比如说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很有意思。我今年9月份，大概9月中旬，杭州拜访客户征集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户外大屏幕上
看到了一个关于杭州亚运会的一个宣传片，里边用的所有的经典元素都是吴冠中不同时期的水墨作品。实际上，这我觉得突然我发现，就是说，在我们此时此刻的这个当下，对于这样的一个我们似乎已经认为研究的非常充分的，我们认知非常充分的艺术家，他实际上仍然没有过时。当然是这样。你刚才说到的那个，看到的那个视频是什么呢？是杭州亚运会开幕。对，开幕呢，那个主办方和这个中央电视台合作，要推出一个杭州亚运会的公益广告片。然后有一个广告公司和我熟悉。哦，您有参与这个？对，其实我是这个事件的具体的一个推动者之一。哦，是吗？对，就是因为这个故事我并不知道的。在这个命题之下，因为要出一个大的公益广告片，要在杭州亚运会开幕当天在中央电视台播出。他定的题目叫“千年杭州，多彩亚洲”，就题目是有的，但是拿什么反应呢？最后呢，有一个非常优秀的广告公司来执行，我来串联组织，包括联络艺术家的版权、艺术家家属的版权。是吗？您是提供统筹的这个作品资料、文献，包括很具体的策划，最后形成了这么一个4分钟左右的专题片，就播出之后，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全网播，影响非常之大。当然，我觉得这个事情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因为呢，当这个亚运会这样的国家的大事儿来了的时候，其实呢，主办方相关的工作人员其实都在寻找呢能代表中国的文化形象，就是要找这样的题材。那么，我觉得今天吴冠中之所以最后还是能被选中，通过这个选题，并且用他的那个水墨长卷。作为基础，我印象中是他有好几幅作品，就是不同的作品，你们搜一下都能搜到，就叫《千年杭州，多彩亚洲》，其实是基于吴冠中的作品来创作的这个工艺，把它动画化了啊，对，而且他的一些作品的组合，实际上这个片子最后他能够说明的就是，我觉得它多个含义，一个是中国有这样的杰出的艺术家创造了这样的作品，而且这个作品回应了这个时代，而且满足了这样一个千年杭州啊，多彩亚洲的这样一个主题创作。另外一个，我觉得还是吴冠中先生开始成为一个国家文化形象的代言人，就是实际上也到了就是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开始对吴冠中这样的艺术家又建立了更深刻的认知，对他的艺术成就的肯定上。吴冠中已经去世，他是2010年去世的，是吧？转眼也10几年了呀。所以一个艺术家去世之后，他虽然在当年创造了纪念的高峰，包括你们当年所在的几个拍卖公司拍他作品都创造了作品的高价。对，这是当时市场的一个大事。但是实际上，一个艺术家真正的他的评价，我认为是应该从他去世开始，对不对？一个艺术家去世了，周边的关系没有了，是吧？所有的东西要重新评估。评估之后，吴冠中先生在10几年之后，我觉得他的艺术没有倒，被更多的人开始认知了，被这个时代甚至更多的收藏家，甚至更新的新一辈的藏家所喜爱的时候，我觉得吴冠中的艺术在进一步的扩充它的影响力。我这里再可以给你讲2个小例子啊。一个是我们知道吴冠中的他的散文呐，叫《父爱之舟》，是进入了中国9年义务制教育的小学课本必读。我觉得中国的青少年在读吴冠中的文章，在了解艺术、了解父爱，我觉得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事件。吴冠中原来有一个自传叫《我父丹青》，对，
多年前呢，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来就是卖断了嘛，隔了几年没有出版。2021年11月份，也是我协助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再版了《我负丹青》，重新做了编排，实际上也涨了定价，也有了插图，非常好的一个修订本。但是让人感到高兴的是，这本书就不像第一本甚至那种还不是那么好卖的情况，这一次的修订本很快卖光，现在已经绝版了。那我觉得就吴冠中的在文学上的读者也越来越多啊。还有一个就是，也是今年啊，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一套叫《中国现当代散文经典丛书》，它是从文学界选这个中国100年以来的最优秀的散文家组成这个散文经典丛书，一共80个人。吴冠中是80个人中唯一入选的艺术家，就是非职业写作者，是吧？对，其实吴冠中也是职业写作者，因为他有200多万字的文字留存，但是在文学上，作为一个散文家，在这样的一个就是具有国家文化选题的这样的一个规格上被认可，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就是吴冠中的文学到今天也开始被专业出版机构所认可。我记得，因为这本书也是我主编的啊，我为他写了个前言导读。导读我重新读了吴冠中的很多，几乎所有的散文，我在梳理这个他的篇章，选出了不到100篇散文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散文中就蕴含了3个关键性的题目，就是它的内涵，我给它解释为3种啊。一个叫怎一个情字了得，第二叫生命的风景，第三叫知识分子的天职，推翻成见。就是我是按照这3个构想来写了他这篇导读。这本书明年2月份就可以出版。所以我觉得今天的吴冠中的艺术呢，它也已经不是说专从美术界的事儿，也不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讨论的是一个艺术市场的事情，它是一个中国大的涵盖了文学、艺术、文化、国家文化建设，是吧？等等这种更宏观的，甚至也更具体的事件中的一个新的吴冠中。所以我认为，无论怎样说，吴冠中先生的艺术是有美好的未来的。那么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我们今天非常系统的也结合具体的作品实物来简单的非常粗略的探讨了魏天林、吴大羽、吴冠中这3位中国现当代艺术上的3座高峰。对。那么最后我们的这几件作品呢，将在几天之后接受此时此刻当下市场的检验。那么我们作为从业人员来讲，在我们的职业经历当中，能够经手这样的杰出甚至伟大的作品，也是我们作为从业者的一种巨大的荣幸。对。那么我们也期待着有识的藏家能够真正认识到像这3位艺术家的重要价值。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市场能够给予这3位艺术家这几件作品一个公允的评判，好吧？今天特别感谢李大军老师，哎呀，这么长的时间，也非常感谢现在还仍然坚持在收看我们直播的这些所有的观众朋友们，特别感谢大家。那我最后对这个在线的朋友们，说一句话。好，我觉得我今天很冒昧，可能讲的也比较粗率啊，可能还是学习啊，一定是不够的。但是我觉得我愿意为这3位艺术家做讲解啊。首先是因为尊敬、崇敬他们，
再一个，我觉得确实中国，我们的当代的收藏家、艺术市场从业者，甚至艺术爱好者，应该建立这样一个交流的机制，是吧？甚至创造更多的这种交流的机会，让我们每个人能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互相影响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对我的所说的说的不对的地方，或者给予批评啊，欢迎大家能够私下做交流啊。好，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也特别感谢大家的观看我们的。